上年龄不能午睡，医生提醒55岁以后牢记午睡3不要。运动一直是老王最喜欢的事情，他喜欢各种运动方式，比如打太极拳、跑步、做力量训练、游泳、打羽毛球等等。与同龄人相比，老王的精神状态总是最好的那一个，周围邻居都非常羡慕他。可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王在运动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。这样的状态持续了1周都没有任何改善迹象，于是老王决定去医院询问医生。在询问的过程中，其他事项都很正常，唯独问到睡眠的时候，老王闭了口。原来老王最近喜欢上了午睡，并且喜欢吃完饭就睡，在睡眠姿势上也是随心所欲。正是因为这些不良的午睡习惯，导致大脑血管出现问题，自然也就无法像之前那样畅快的运动。上年纪的人群到底能不能午睡？如果能行，又要注意哪3条禁忌？一起进入今天的文章。1. 上年龄不能午睡。在古代时期，人们为了躲避正午的烈日，避免阳光的袭击，渐渐出现午睡这种习惯。尤其是进行户外工作的人们，为了维持生存，也必须选择午睡。发展到现在，午睡已经被承认是自然睡眠周期的一部分，并且已经成为人类自我保护的方式之一。尤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，想要让精力恢复到正常状态，午睡就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。那么对于比较特殊的人群，进入全面衰老期的老年人，午睡还是健康有益的方式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随着年纪的一步步增加，老年群体的身体机能无法像之前那样正常运转，非常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。而午睡恰恰就能预防这类疾病，尤其是冠心病。根据医学专家的调研，那些有午睡习惯的人群身体内激素更加平衡，使得冠心病出现率下降30%左右。因此，对于一些有午休习惯的国家和地区，比如地中海各国，就可以发现冠心病发病率比较低。而没有午休习惯的北欧、北美等国，冠心病发病率就比较高。除了这一点与老年人群息息相关的好处外，午睡对于老年人群同样起到消除困意、改善心情的作用。根据一项由英国学者的调查显示，午睡可以消除疲倦感，并且这种睡眠可以发挥最佳效果。这主要是因为中午1点是睡眠高峰最明显的时刻，如果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睡眠，就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消除疲倦。与此同时，这种短觉可以更好的刺激淋巴细胞。淋巴细胞主要是负责人体排毒的细胞，最终起到增强免疫细胞活性的作用。再加上良好的午睡之后，人们的明显感觉到压力的释放，不良情绪有所缓解，心情自然也会畅快很多。总而言之，不论从哪个角度，午睡都是合理而且发挥正向作用的一种睡眠。不分年龄、不分性别，都可以进行午睡。然而，如果只是为了完成午睡而午睡，不注重任何的禁忌，就像前面提到的老王一样，反而会自食恶果，破坏身体健康。午睡有哪3条禁忌需要注意呢？2. 午睡3不要。1. 不要趴着睡。很多人在睡眠姿势的选择上往往是不正确的。趴着午睡是所有睡眠姿势中最方便的，但同时带来的危害最大。为了身体的舒适性，趴着睡觉的人群大多都会将头抵在胳膊上，而这样做非常容易使得胳膊的神经受到压迫，身体无法自然放松，睡了一觉仿佛没有睡一样，根本睡不踏实。其次，趴着午睡这种姿势会让眼睛抵在胳膊上，随着身体的放松，眼部所感到的压力也渐渐加大。作为身体最敏感的部位之一，这样错误的姿势会使得眼压过高，长期以往就会让视力受到损害。尤其是本身就已经有眼疾的患者，不仅容易增加高度近视的几率，也很容易增加青光眼的发病率。最后，这种睡姿往往让手部和脸部这2个部位的血液无法正常运转，常常出现手臂和脸部发麻的感觉。如果长期选择这种姿势，就很容易出现神经和脸部问题，比如神经麻痹、脸部出现一大一小的情况。此外，这种睡姿会因为颈椎曲度异常而使得肩颈部肌肉僵硬，很容易增加患颈椎病的概率。因此，不要选择趴着午睡这种方式，如果无法回家睡午觉，
那就尽可能创造能躺着午睡的工具和空间。比如说买一个 U 型枕，想要午睡时就可以垫在脖子上，靠着椅背睡觉。这样做不仅可以让眼睛舒缓，还能让颈椎等其他部位得到松弛。2. 饭后不能立即午睡。这种感觉相信人人都经历过，饱饭过后就有种想睡觉的感觉。很多人往往会跟随身体的感觉立马入睡，然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。之所以饱饭后产生昏昏欲睡的感觉，其实是因为需要将全身的气血调动到脾胃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。这个时候脑部的供氧量以及营养就无法像之前那样充足，这种窒息的感觉就是昏昏欲睡。而如果这个时候立即睡觉，不仅仅会影响到胃肠道、脾胃的消化，使得营养无法被充分吸收，还非常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，出现脑血管问题。因此，正确的做法是饭后即使昏昏欲睡，也要尽量做一些活动，比如靠墙站，比如散步等等。坚持半小时之后就可以睡觉。3. 午睡时间不能过长。我们都知道睡眠分为浅睡眠和深睡眠，至于由浅入深需要多久，需要根据当天的状态和个人体质不同分开看待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躺床上睡觉会让由浅入深的时间维持到10分钟到半小时，并且这种姿势是最为舒服的，非常容易让人进入深睡眠状态，导致很多人在午睡时间上过长。而午睡时间过长就会感到头昏眼花，全身不舒服，不仅无法恢复精力，而且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和学习。甚至有一些人群因为午睡时间太长而影响到晚上的睡眠时间，最终导致失眠，继而又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。因此，不能因为何种因素，午睡时间都不能过长。半小时到1小时是最佳的午睡时长。3. 午睡的其他注意事项。1. 午睡时间段。想要让午睡质量最高，效率最好，就要学会选择午睡时间段。根据相关专家的分析，人体最容易入睡的时间是晚上睡觉前的8个小时，或者是起床后的8个小时，而这个时间点大约是中午1点左右。这一点也非常符合中医理论上的子午觉说法，即中午11点到1点之间入睡，晚上11点到1点入睡。2. 午睡前的饮食。为了不让饮食影响到睡眠质量，在午睡前，也就是在吃中午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。最忌讳的就是不要吃太饱，不要吃过于油腻的食物。这2点的任何一点都会引起血粘度增加，不仅极易引起冠状动脉的病变，也会增加胃肠道和脾脏的消化负担，引起这些部位的疾病。3. 午睡之后的做法。按正常情况，午睡之后的人们多多少少都有些不清醒的状态，这主要是因为睡眠时间，人体的大部分血液都会集中在脑部，使得血液粘稠度增加，而想要稀释血液粘稠度，就可以通过饮水的方式进行化解。比如泡各种花茶，不仅可以闻到各种花的香味，也能起到提升精力、美容养颜的效果。或者只是简单的喝温白开水，进行一些轻度的活动，比如散步等。或者专门购买一些香囊、香袋、香水，解决一些带有薄荷口味的口香糖等，都可以起到提升醒脑的作用。如果这些方式的效果都不太好，那么就可以选择喝适量的咖啡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论喝什么，都不要喝含有糖分的饮料，因为这些含糖饮料会使刚刚恢复的精力消耗大半。4. 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午睡，这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。如果选择不午睡，依然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，或者65岁以上但是肥胖、血压过低、经常头昏头晕的人，就可以选择不午睡。不午睡并不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状态。结语：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，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，而为了释放压力、缓解紧张情绪，午睡就成为很多人的选择。对于年纪比较大的人群，同样可以进行午睡，起到预防冠心病等的作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午睡会为人体带来保健作用，但如果不正确的午睡，就会危及健康。比如前面提到的趴着睡、睡眠时间过长、饭后立即睡觉，都会引起身体的种种不良疾病。除此之外，还讲解午睡的其他注意事项，尤其是最后一点，只要身体保持健康，精力充沛，或者有一些疾病困扰，就可以选择不午睡。